拥有渡劫修为的你，连续渡劫9次依旧没有飞升，甚至都没有感受到仙界的存在。不只是你，在这方天地，所有抵达渡劫的修士都无法突破飞升。看着再次散去的雷劫，你心中满是苦涩。这成仙雷劫连甚至都不如突破渡劫的雷劫强，失败9次，真有些地方。穿越过来100年，凭借着极品天灵根突破到了渡劫期。原本你以为你就是那万中无一飞升仙界的天骄，而在连续渡劫成功却没有任何变化后，你也不由得怀疑仙界是否存在。又失败了吗？你有没有感受到仙界的存在？风灵宗的副宗主沈灵皱着眉头问道。这次也没有。听到这话，周围的渡劫大修士们全都露出了失望之色，沈灵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陈元，九州对你寄予厚望，倾全9大仙宗的资源，供你修行飞升。如果你不行，还是早点放弃吧。九州的资源有限，这10万年来积攒的资源已经快被你消耗殆尽了。消耗殆尽吗？我估计连给那些老东西们虚名的资源的零头都没有吧。大胆！沈灵怒目而视，一位背着剑的老头眼见气氛紧张起来，连忙打了个哈哈。陈道子肯定可以成功的，他可是我九州天赋最好，拥有闻所未闻的仙灵根修士，几百万年来都没人能再次成仙。我等都尝试过数10次也未成功，陈道子失败几次再正常不过了。你沉默了一会儿，盯着那老头反问道：你们真就这么确信仙界的存在？仙界当然存在了，300万年前那人成功渡过成仙界，飞升到了仙界，整个九州都看到了，还能有假？你们说九州之上有仙界，但九州千万年来仅那一人飞升成功，其他人连感知都感知不到仙界，甚至所谓的仙界至今为止也没有向九州传达任何消息。我怎么确定仙界不是放弃你们了？甚至有可能仙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你话说完，不少修士面带怒意。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愧是他带出来的弟子。你不要自己不行，就说仙界不存在，九州道子这个位子不少人可是眼热得很，你不上有的是人上。我就直说了吧，9大仙宗共同通过商定，下一次成仙劫你再不成功，这道子你也别当了。九州的一切资源都应该用到有用的地方。副宗主沈灵此话一出，几名长老也对你面露鄙夷，因为九州灵石矿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完全枯竭，离开了9大仙宗，即便是渡劫9从大修士，没有资源续命，10万年后就又是一具枯骨。而你的师父为了打破规则，剑指法则之主，战败后被流放到了虚空之中，你也受到牵连，被人猜忌。对于这些大修士来说，掌握法则力量超乎想象，说是仙人也不为过。我听说最近刚收入门的那位先天道体，他的天赋可是比你强得多呢，也许他比你更适合做这个九州道子。副宗主沈灵说完，那几名渡劫修士气息外放，对你施压，你只是稍提灵气，他们反而面色涨红，一阵清风拂过，轻柔的灵力将你们全部隔开。宗主，不要闹得太过，给那些法则之主出手的机会，也来提前清算。那我就给师祖一个面子。你本就没有动手的意思。看了一眼副宗主沈灵一眼，撕裂空间离去。沈灵看着你离去，闪过一抹失望之色。真是可惜，要是这陈元心性再差一点，没顶住压力，对我们出手了，那我身后的人就有理由直接出手抹除他，而不用再等1年了。你仙灵根成长有目共睹，在宗主庇佑之下，让你再成长1年的时间。虽说万不可能成仙或者掌握法则，但1年之后，他们之中大概无人再能与你抗衡。哎，这些人还真是倔强，没看到那所谓的成仙劫的威势，还不如渡劫期的99天劫吗？说来这方天地也奇怪，除了太阳和月亮，天上居然没有星星。因为这个原因，九州成仙的前路早就断了。也许从未有过，就是骗。叮咚，大道模拟器绑定完毕。这是穿越者的金手指，是不是来的有点晚啊？我都渡劫9重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你话说完，模拟器没有任何反应，如同死物一般。模拟器没有灵智，这点和前世动画中那些系统倒是不太一样。试试吧，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你点击了一下，选择开始模拟。模拟启动，开始抽取天赋，获得白色天赋。按行思，你下定决心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增加微薄的成功率。模拟器还能抽取天赋，有意思。第一天，你出生了，你绝望地发现自己是个弃婴。幸运的是，在冻死前，你被黄岗村的村长发现并捡回家。老村长给你起名陈元，你从小在黄岗村长大。作为一个凡人，你对那些飞天遁地的修士异常向往。这模拟中的也不是我，我从小就被师尊捡回风灵宗收做亲传弟子，根本没有这段在凡间的经历。第18年，你成年了，你得知你所在的地域名为南疆，无数家族势力盘根交错，多数修仙者都在家族之中。你辞别老村长，带上你所有的积蓄和老村长给你的路费，开始寻仙访道。你在某座凡人城镇中听说周家招收护卫，免费提供修仙功法。你兴奋地前去，因为周家是黑铁山这方圆近千万里的山主。你并不担心自己被骗。测试之后，你发现自己是杂灵根，你失望至极，却意外地被那位执事告知周家家谱还有一个空缺。
看了看他那意味深长的眼神，你领悟了他的意思。你把这些年剩下的积蓄自愿赠与那位执事，你成功的成为了周家的家仆。那位执事御剑飞行，将你带入一座院落中，并留下一本名为铁煞诀的功法。你被告知你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修行这门功法。你开始修行铁煞诀。1个月后，你成功突破炼气3层，你大喜过望，觉得自己是万中无一的修行天才。你在心里大喊：杂灵根又如何？我陈天帝哪怕身负杂灵根，还是气阴天分开绝，也可无敌于世间。现实中，你皱了皱眉头，这功法有问题。模拟器里的那人没接触过仙道，能让一个杂灵根1个月修行到炼气3层，只会是那些速成的自毁根基的魔道功法。你摇摇头，继续往下看去。你还想继续修行下去，但周家通知你有了新任务。你被带到一座名为小铁山的小山，你注意到这里的岩石呈现明显的黑色，山内外还有许多周家护卫巡逻看护。来到一处矿洞后，你开始挖掘一种名为黑煞石的奇怪矿石。你发现这里的其他矿工全都是炼气3层，且都形容枯槁，宛如行尸走肉。你意识到不对劲，想要逃跑，但看了看矿山内外监工的周家护卫们炼气8层的实力，你明智的放弃了逃跑。你开始为周家挖矿，由于每月100斤的高额指标，你被迫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你每天的饭食只有2碗黑色的稀粥。每天高强度的劳作和黑煞石所散发的阴煞气息，使你饱受摧残。如果不是有炼气3层的修为，你可能根本活不过1个星期。来到矿场的第3天，你的矿友李铁蛋因为突发高烧，无法交齐矿石份额。你看到他被每月来收矿石的那位周家子弟周风团打死，并吊在矿洞洞口。你绑定了大道模拟器，得到金手指的你异常兴奋，觉得时来运转的时候来了。你尝试打开模拟器，开始模拟，你失败了。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模拟之中，你并没有气馁，开始思考起目前的状况，分析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帮助模拟器外的你。你尝试在挖矿的间隙利用天赋，暗地里鼓动你的矿友们造反，你失败了。身心俱疲的他们拒绝了你的邀请，你决定抽空继续修行铁煞诀，利用模拟器快速把修为叠上去，用武力强行打出矿洞。第19年，你多次挤出时间尝试修炼，但都以失败告终。炼气3层后，你发现你一旦吸收灵气，全身经脉就会火辣辣的刺痛，甚至会气血倒涌，憋出内伤。你意识到周家给你的功法有问题，你后悔不已，一时之间几乎绝望。第20年，你听说其他矿洞有人带头反抗，但被2名周家护卫反手镇压。第21年，一天，老赵一脸担忧地告诉你，矿洞内部不稳，将要坍塌。你看到老赵前去向矿洞外的周家护卫说明情况，你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自己的天赋能起到点作用。你失望地看见老赵被打得吐血，丢回矿洞。那位周家护卫恶狠狠地告诉你们，不要想着偷懒，不然这就是下场。你们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挖矿。第21年，一天，身心俱疲正在挖矿的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眼前一黑，恍惚间你知道矿洞塌。在弥留之际，你在内心向模拟器比了个中指，增加微博概率全是唬人的，纯废物。你享年21岁，度过了一段凄惨的人生。本次模拟结束，本次模拟你可选择以下奖励之一：俺寻思白色天赋，售价10能量值；挖矿经验2年半，售价1能量值。这金手指的好处，应该就是模拟后的奖励了。你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俺寻思。你拥有渡劫9重的实力，却在给模拟器中的自己当起了外挂。经过上一次模拟，你已确信模拟中的人并不是现在的自己。丁，能量值不足，请充值。怎么获取能量值？万物皆有能量，宿主触碰物品可以查看对应物品可兑换的能量，并选择是否兑换。你手一翻，从储物戒指里取出1枚中品灵石，并检测到中品灵石1，兑换获得能量值100。恭喜宿主获得白色天赋俺行思，剩余能量值90。随着模拟器的连接，你立马感受到一股极其玄妙的气息出现在自己体内。一种更高级、更完善的法则吗？你有些心疼，9周的法则你炼化了数百道，但都残破不堪，而完整的法则早就被瓜分殆尽。你曾经也想过去抢夺一份，但模拟器的出现让你看到了另一条路。即使我冒险去偷袭，抢夺了一些法则之主的法则，估摸也是不行的，不然这些老怪物都飞升了。拥有模拟器，我或许可以接触到渡劫之上的可能。你对模拟器和新融入身体的法则很是感兴趣，动用大神通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法阵，转动灵气，不断尝试。你对这个白色天赋也有了一些了解。法阵之中，我放了10来种不同的灵气，转动了1万次，感觉想摸到什么灵气和随机没有什么区别。白色天赋的法则应该也是残破法则的一种吧？要是出现金色天赋，可能就是完整的法则了。随后你看向模拟器，发现显示花费3能量就能继续模拟。很好，没有时间或者次数限制，系统开始模拟。检测到模拟器当前等级为1级，抽取白色天赋中，恭喜宿主获得白色天赋说服者。你天生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更容易说服对方。由于是第2次模拟，模拟器将不再重复宿主获得模拟器之前的经历，模拟将从宿主获得模拟器开始。第1天，你激活了系统，并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到了模拟之中。你搜索记忆，发现自己之前已经进行了1次模拟，同时你也发现你身上有着上次模拟的天赋俺寻思，但并没有兑换的记忆。现实中的你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这模拟器中的我，自我意识是不是有点过强了？模拟器里的我是真的存在，还是模拟出来的假的？居然想兑换奖励这些？你没有多想，开始思考目前应该怎么做才能逃离出矿场。上次模拟得知矿场坍塌还有2年半的时间，于是你决定在剩下的时间里利用新天赋鼓动矿友们造反。但很可惜，哪怕是天赋换了，最终的结果仍然没有改变。你再次陷入绝望，你怀疑这个金手指是否过于弱小了。第二天，你的矿友李铁蛋发了高烧，无法挖矿，而你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逃出的方法。你利用你的天赋，成功说服了12个人，他们每天多工作1个小时。你每天多工作3个小时，多出来的矿石可以为生病的人抵偿。每周也有1天的休息时间，成功为李铁蛋补足了空落。第7天后，李铁蛋恢复过来，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说他对你的救命之恩感难以报答。你一脸正色，大义凛然地说：“你们这些被周家坑的人都是苦命人，苦命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开始了你精心准备的演讲，经过你的一番洗脑，你组建了一个矿工工会，你将那些加入的人的休息时间排在了你的前面。第1轮轮班休息快要结束，轮到你了，你却扯出一个阳光的笑容。我不累，还可以继续挖矿，我多挖1天，大家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工会里都是家人，我能为大家做一点贡献，也很开心。大家看着你疲惫但温和的眼神，都感动不已。时间来到第2个月，你顶不住了，修为也有跌到炼气2层的趋势。第64天，你被矿工一家人的所有人强制要求休息2天，你心里微微一笑，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第65天，又到了那位周家子弟周风团前来收矿的日子，你提议正在休息的你，帮助大家交矿石，节省大家时间。你现在颇有威望，自然没有人反对。前来收黑煞石的周风团见到你一个人站在矿石堆旁，异常惊讶。你谄媚地告诉他，你是矿工们选举出来的代表，这个月你们的矿石都在这里。周风团对你是什么人并不关心，他只在意你们是否交齐了矿石。一番查点过后，他惊讶地发现这堆矿石比之前的多了不少。你告诉他，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工人们奋发图强，夜以继日，所以出货量更多了。周风团对你的奉承颇为受用，他把矿石收入货车后，索性召集出所有的矿工，当场任命你为队长，负责这个矿洞挖矿的具体事务。你的家人们不明所以，但都为你感到高兴。第66天，你休息的时间早就过去了，但你仍然没有工作，大家对此颇有怨言。第67天，有人发现你们的应急矿石都不见了，找你来问责。你故作不以为然地告诉他，那些矿石全被你给了周风团。你的那位家人非常生气，怒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事情。你脸色一冷，当场把他踢翻在地。他哀嚎的声音吸引来了你的其他家人们。你告诉大家，这人意图不轨，想要贪没大家集体劳动的矿石，现在剥夺他轮班休息的权利，惩罚他每天多工作1个小时。你的家人们畏惧周风团给你的身份，对你敢怒不敢言。晚上，听说此事的李铁蛋过来痛哭流涕，痛骂你怎么堕落了。看着他那失望又绝望的眼神，你心生不忍，脸上却满是冷漠。模拟器外，你叹了口气，这些凡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很少经历，现在看到模拟器中的自己居然做出了这种选择，你心情复杂不已。虽然这个方法比较下头，可即便团结起来的一群炼气3层矿工，也改变不了什么。继续讨好周风团还有一线机会，如果有可能，我也想帮一下模拟器里的我，毕竟人生来就走在钢丝上，稍微走歪2步就会跌进无尽的深渊。你对你的矿友们的要求日益变高，他们现在每天要多工作2个小时。矿工一家人里的家人们苦不堪言，你的风评逐渐低至极点，却碍于小队长的身份无可奈何。连续几个月，你交上超额的黑煞石，周风团对你大加赞赏。不得不说，你小子还是有一手。我手上管理着4个矿洞，率军经常不能完成上面的目标。这样吧，我把剩下的矿洞都交给你打理，可不要让我失望啊！你心中狂喜，脸上却只是露出恰当的谄媚笑容，再三向周风团保证定不辜负他的信誉。第6个月，你前往其他3个矿洞，威逼利诱，迫使所有人加入你的矿工一家人，利用职务之便，装作无意走偏了一些道路。巡视的周家护卫见了，并没有为难你，只是耐心地告诉你正确道路的方向。有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你不但清楚了矿洞的大概线路，也知道护卫都是3个月一换。你意识到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第8个月，一天晚上，李铁蛋和其他人要偷偷刺杀你这个叛徒，幸好你早有准备，只是伤到了手臂。你强忍着良心的不安，指挥你的矿友们将李铁蛋几人鞭打数十，并剥夺他们的休息权利。从此之后，你只敢独自一人睡在矿洞外的一棵老树下。第10个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这是下一批周家守卫前来对接的日子。你熟知他们的巡逻路线，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了矿山山脚。功夫不负有心人，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将近1年卑躬屈膝，周家你会付出应有的代价。你跑向矿山外，却被一道防御光膜挡住，同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山间。你内心绝望，瘫坐在地，准备默默迎接死亡，让本尊开启下一次模拟。不是，这也太惨了吧！被拐到这矿场当黑奴是你自己蠢，但这开局逃出矿山是不是有点太困难了？可惜我不能进入模拟器里，不然我把那些守卫全杀了，直接就能结束这个副本。丁，检测到模拟进程处于关键阶段，
是否进行深度模拟。深度模拟，宿主随时可花费能量值进入深度模拟状态，花费的能量值与深度模拟的时间与宿主修为有关。宿主每次模拟仅可进行一次深度模拟状态下，模拟器所在的时空时间流速将与模拟器外保持一致。这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开启深度模拟10分钟，需要多少能量值？检测到模拟器当前等级为 Alpha1，是否花费30能量值进入深度模拟？马上开始。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过，你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眨眼间就从洞府中来到了荒郊野外。这就是深度模拟吗？像是夺舍，又像是转生，却又比二者更为高级，没有所谓的神魂不合状态，感觉就是我自己，真是奇妙。数分钟后，几位身穿黑袍的修士身形闪动间挡住了你的去路，眼神冰冷。陈元，周公子对你不薄，你居然忘父主恩，想要私自逃出这小铁山。你现在束手就擒，还能留个全尸，不然就要万劫不复。原来是几个炼气8、9层的蝼蚁。听闻此言，中年男子脸色大变。寻常修士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可能这般与他说话？不好，他可能被元婴以上夺舍。快传音给长老。你随手掐出几道法术，几名修士瞬间漆黑倒地，只剩躲在一旁的护卫队长。元婴大能这么恐怖吗？不过是夺舍了一个炼气3层的小子，就能打出如此骇人的法术。护卫队长眼见局势不妙，连忙取出一块玉符，而你早已察觉他的存在，一发火球送他去见了太子。怎么感觉我的法力到了模拟器里变弱了？这方天地的法则似乎也和我断开了联系。你修炼的火之法则虽然残缺，但即便以炼气3层的实力融合法则，也能击毁这个阵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留下一个大洞。思绪纷飞间，你面前景色一变，回到了清风山洞府之中。深度模拟结束了。你拥有渡劫9层的实力，却在给模拟器中的自己当起了外挂。随着一阵恍惚，你发现身体灵气枯竭，地上躺着几具人形焦炭。我这是干哪来了？是模拟器外的自己做的吗？我这么忙？来不及惊喜，你一路狂奔，直到力竭才停下来，找到一处水潭缸准备喝点水，而水中却闪过一道黑影，直接将你吞下。本次模拟结束，本次模拟你可选择以下奖励之一：说服者白色天赋团队管理经验10个月。你自然是选择天赋，一股微弱的法则之力再次凭空涌现，进入你的身体。这法则明显和我9州炼化的法则不一样，更复杂，更高级。意识到这点，你顿时有些兴奋。在9州世界，你待了100年，早在几10年前渡劫之时，你就踏遍各地，就连天上也飞了数年，而天空仿佛一个虚空，没有星星，也没有尽头。模拟器有没有办法获得更高等级的天赋？叮，升级模拟器就可以解锁更高等级的天赋。升级要求：能量值达到100，模拟宿主修为达到筑基。能量值好搞，不过模拟器我的这修为，我得多模拟几次才行。你抠抠搜搜的取出了一大片原石，系统直接兑换了1亿能量。这些能量值应该暂时够用了。系统开始模拟。叮，模拟开始，抽取天赋中，恭喜宿主获得白色天赋。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的思考速度比常人略微更慢，但你偶尔会得到一些大胆的想法。睁开眼睛，意识到这是你第3次进入模拟之中，但同样也没有模拟器外的记忆。奇怪，模拟中的事情我完全知道，但是兑换奖励我却没有一点记忆。你越想，眉头皱得越深，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你脑海中诞生。模拟器外开启模拟的，真的是我吗？我是不是一个游戏中供人取乐的角色？你越想越空洞，心中不断发问：你是谁？不是吧？你这会儿怎么这么聪明？当初被周家诓骗去挖矿的时候，也没见你多精啊。你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回应吗？要不自我了断威胁？不行，如果模拟器只是概括的话，可能他反应不过来。你决定什么都不做，等到周风团前来收矿的时候，交不上足够的黑煞时，你自然会被他打死。第3天，李铁蛋突发高烧，不能挖矿，你前去细心照顾他，并将矿石分给了矿友。第5天早上，周风团前来收矿，你如愿和李铁蛋一起被人暴打，即将暴毙。得了，还威胁上我来了。模拟器开启1小时的深度模拟，已经消耗180能量，开启深度模拟。进入模拟的一瞬间，就将众人震飞。周风团下意识地大骂道：“小子，你找死！”还不等他们反应，你随手几个火球就将在场的大手全部化为灰烬。陈大哥，你……嘿嘿，没事，你休息一会就和他们一起下山去吧，别回来了。陈大哥，你准备干嘛？算我欠你们的，我为你们开路。说完，你拍了拍李铁蛋的肩膀，率先朝山下走去。1个小时后，小铁山外几百里的一处山洞内，你正在打坐调息。刚刚好，深度模拟的时间过去了。刺目的白光闪过，你回到了洞府之内。模拟中的你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到了一处陌生的山洞之中。你知道模拟器外的人已经出手了。更惊喜的是，经脉的暗伤全部消失，修为也来到了炼气4层。一阵灵力波动，你听到了一段留言：你好，我也叫陈元，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位渡劫9重修士。我并不清楚模拟器的来历，我可以开启模拟。模拟结束后，我们2人都会获得相同的奖励。同时1次模拟，我能深度模拟1次。我从小铁山杀出，周家不要回去了。
你志海中我还留了一部长春功，可以改善你的资质，提升修为，练不练在你。看到这里，模拟器中的你笑了起来。我有的选吗？现在无论是为了应付周家的追杀，还是为了以后打破模拟器的循环，我都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你静心感悟长春功，发现这是一部木系炼气气功法，修炼速度远不如铁煞诀快，但你知道这才是正常功法该有的速度。第8天，你结束了参悟，并初步领悟了长春功，随后发现整个洞府被一个阵法保护。修仙世界，森林里妖兽横行，上次模拟就是被妖兽吃了，先提升修为，再考虑去哪吧。第13天，你成功完成一个小周天，你的修为稍微精进了。你发现这长春功居然可以恢复人体能量，即使没有筑基修为也能辟谷修炼。同时你意识到，你的经脉的恢复是因为散去修为，重修数百个小周天，才到了炼气4层。你对这种修炼速度震惊不已。木之法则，小子。惊叹过后，你不禁抱怨模拟器外的自己，为什么不再多修炼几天，直接把修为提升到筑基？倒反天罡，你一个模拟器里的把我当苦力了是吧？而且我帮你修炼，一我需要花费等同的时间，二你没有修行经验，这辈子都别想接单了。你的安全问题和饮食问题都已解决，你决定安心修炼。时间一晃来到第2年，你突破到了炼气5层，你对自己的修炼天赋的信心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也是个修行小天才。还天才呢？废材还差不多。这长春功可是我结合风灵宗顶级功法逍遥随心法和万年长春功删删减减专门为你定制的功法，不然你修炼到死也别想筑基。你信心大增，短暂休息后就继续修炼起来。第8年突破到炼气7层，第16年突破到炼气9层，终于炼气9层了，勉强可以筑基了。不过根据模拟外的那位所说，炼气共有12层，我反正死了呢，模拟不如试一试完美筑基。你下定决心，不筑基修炼到死也不出洞。第32年你突破到炼气11层，第40年你突破到炼气12层，感受到体内澎湃的灵气，你微微一笑，将近60了，我称一句炼气老祖不为过吧？